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赵怡翔议员、黄伟汉先生、赖士葆委员、柯志恩委员、林国成委员。好，关税战每天都在打，川普每天都有新招，而且呢变来变去啊。那我是有弹性的，他说什么叫变？我不变的，但是我是有弹性啊。另外呢，昨天呢，这个习近平现在昨天去访问越南，然后接着马来西亚，接着柬埔寨跟越共的总书记呢见面，说呢一起要反对单边霸凌不过越南只是第一个就去示好了，我们通通零单边霸凌但是美国嘛，谁单边霸凌？当然是美国那另外呢，这个习近平是要先巩固政治互信，他一口气就跟越南签了45份合作备忘录。我说带着10个大官去了不同的部门所以大概签不同的部门的合作协议记者问川普说很有趣，他们想 screw 搞垮美国要 screw America 那说呢好像在一起想办法，我可以想象他们在一起想办法，两个叽叽咕咕讲怎么把人家搞垮他说我不怪习主席，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但是你懂的，谁知道呢？他每次都说我喜欢你他是好人我喜欢他。那另外大陆已经进入战时态势了官员不准休假，24小时都要 on call， 就是随时准备被打电话通知传召那另外呢，习近平最近投书，他就比赛投书，赖清德去投诉 Bloomberg， 习近平投诉马来西亚的媒体，说要打造中国跟东协命运共同体东协我们讲亚细安国家了就是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那些东协国家我们要一起合作对抗美国大陆说呢，东协、中欧、中国跟欧洲我们持续是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不是美国啦，美国小 case， 我早已经降低对美国的这个外销了我们现在销美国只占我们17.5%，那另外呢这个82.5%都是其他国家而且呢美国也讲了，就算中国都不外销美国 GDP 会掉2% 嘛，GDP 掉2%是很多的但是呢意思就是说它是可以忍耐了那习近平访问越南呢，美国的智库专家说，大陆希望扩大贸易伙伴，当然嘛，大家希望结盟了，不要靠美国了，甚至呢也对 CPTPP 产生兴趣，他也想参加，也申请了那另外呢，这个大陆劝美国说，你放弃极限施压的思想，你就要搞极限施压，放弃这个那美国评估呢，说大陆如果呢到美国的出口降非常快速的降了，会有2000万人没有工作，损失81兆81兆这个新台币了那另外呢，这个那美国也他说大陆会抛售这个公债1.3兆美元的公债，还有3700亿美元的股票。那美国投资人也会抛售8000亿美元的股票所以呢，经济损失加起来会到了2.5兆美元，就双方都会损失了大陆只要一损失，美国也会；大陆只要抛，美国也会抛嘛。你抛股价下跌，我赶快抛救命逃命那大陆的港澳办主任叫夏宝龙，他昨天演讲，他说美国不是要我们的税美国是要我们的命我们香港的命他都要去而且他说呢，这美国很奇怪，他对我们顺差每年2300亿美元美国对香港是顺差，他也扣我们的关税，他简直是无理取闹嘛那香港的财政局长也说呢，我们要做好准备，海外中概股回到香港，因为美国现在传说报真的讲把大陆在美国上市的股票通通赶走，所以香港说没关系，美国赶走到我们香港来，而且不赶走也可以到我们香港来。我们香港呢预备要推动双层上市、第二上市的架构，就是你在美国上市也可以到香港上市，不排除万一将来有一天美国把你赶走以后，香港你已经上市了。我们看一下。Blame China. I don't blame Vietnam. I see their meeting today. Is that wonderful? That's a lovely meeting. They're meeting like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do we screw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就在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之际，川普看来老神在在，没在怕，直说中越两国就是在想办法联合起来对抗美国。而大陆央视报道，抵达河内当晚，习近平就与越共总书记苏林会谈。习近平表示，希望中越双方一起反对单边霸凌，随即与越南签署了多达45份合作协议。我选择越南作为今年首次出访的首站，对中越关系的高度重视。越南高规格大阵仗欢迎习近平到访。习近平为期1周的东南亚行首站选择越南，还签署大量协议，释放出的讯息相当明确。The timing is very significant because it signals that China is willing to stand up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Donald Trump wages a trade war, and China is going ahead, despite the trade conflict, to deepen trade relations across the region in its own neighborhood in Southeast Asia. 而就在习近平奔走东南亚，拉拢周遭国家对抗美国关税战同时，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已经下令外交部和商务部的官员进入战时状态，取消休假，24小时保持电话畅通。而除了政府官员随时准备迎击美国挑战外，民间的宣传战似乎也没少。如果把这个商标拿掉之后，你就能看到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商店里面，很多的 Made in China 的这个标牌被它的价签给盖住了。大陆央视记者实际走访纽约川普大厦，里面满满的纪念商品，除了有美国制造的衣服外，不少商品都是中国制，但被用标签刻意挡住，被大批大陆网友嘲讽，这根本就是掩耳盗铃。来，智恩怎么看？我觉得川普跟习近平啊，就是完全进入胆小鬼的竞赛嘛，看是谁先退，谁就是输了嘛。那目前就是僵在那个地方。不过刚刚赵大哥也特别提到的，中国大陆大家对于从川普上任开始啊，就进行一连串的一个准备嘛。你像包括24小时 on call， 还有包括这个商业部、外交部都完全随时要待命啊，而且成立这个所谓的魅力外交。光是看他18个月之内就访问越南2次，就可以看出他对东协一些国家的一个重视，要不断去深化。不仅是越南、马来西亚，还有柬埔寨。那为什么呢？因为越南从过去开始，他也害怕被美国制裁，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于中国大陆的很多，不是只有中国大陆，很多的那个东南亚的一些地方都完全撤出。越南撤出，马来西亚也慢慢的。那很多人就是把很多的工厂就放到越南，所以越南又很尴尬。为什么？因为它最大的出口国是美国，但是它很多的原料是跟中国大陆，所以你看它夹在中间，你叫它怎么办？所以他现在马上第一个时间去跟川普来见面，然后什么都是0，但是你不要忘记哦，越南跟中国大陆彼此之间一年是2800亿美元的这样子的一个2800万这样的一个所谓彼此的互动，所以中国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所以习近平就是锁定的这个东西。你虽然怕美国，但是你也不能没有我，所以你看他现在最近的就是联合除了美国之外的这些国家里面，希望彼此能够运用中国最大的一个市场。刚刚也特别看到了，所有美国低价的东西哪一个不是中国大陆的？所以你如果说不用中国大陆的东西，你未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你势必没有办法找到替代。所以彼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彼此等待电话的部分来说，我个人觉得中国大陆已经是有一些某种程度的一些的准备了啦。那当然，你刚刚说这个崔天凯本来是大家说要去见他们一些相关的单元，但是崔天凯并不是这个习近平的核心人物啊。美国当然不要，他要接到跟习近平周边最核心的，还要直接来做，对，还要做彼此之间的对话。但目前为止显然是等不到嘛，所以各自在做彼此之间不同 group 里面的一个对抗。那我们这边就只能观望，像这样石破茂去的，他光是看到美债要变成100年。然后是0利率，那我觉得我们台湾有10年、20年、有30年。如果我们在谈判桌上面，他要求我们变成50年，然后我们目前的利率是4.5，如果他叫我们降2%到变成2%，然后是50年，你觉得台湾该不该接受？如果不接受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那个来控制跟美国来做更好的一个 deal，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未来要上谈判桌当中真的要努力做思考的了。不，基本上了哈，就是说国际形势变，而且变得非常快。主要是因为美国变得很快，川普变得很快，所以我认为哈，古人讲哈叫做远交近攻，他们现在是啊远攻近交，应该改变。尤其他周边的国家，包括台湾哦，包括台湾啊，什么菲律宾啊、越南啊、泰国啊、印度，甚至老公要对人家示好嘛，这是你很重要你的邻居嘛。对呀，对不对？你远亲不如近邻，你邻居要睦好，不要再去搞那种没事就要派什么飞机啊，没事跟菲律宾去冲突，真的不必。你把这些国家搞好了，大家跟你们近，对不对？当然要你们经济就
会彼此形成一种这个结盟嘛，然后再去对抗美国。否则的话，你美国就搞这些国家包围你，你又跟这些国家这个处不好，那当然美国很高兴啊。那现在情况改变了，这个也没什么丢脸的，这情况就是改变了嘛。美国也改变很大，现在美国改那么大，你中国不能改变吗？不能改变你的态度吗？哦，所以真的你去想想看，以前叫远交近攻，现在真的叫远攻近交，跟你的附近的朋友好好的这个结交哦，不要你那么大了，对你来讲什么最重要的？当然是经济最重要嘛。其他那个什么外交啊，什么这边冲突那个有那么重要吗？那个没有那么重要啊，对不对？你经济很好的时候，你可以说啊，我这个耀武扬威，我跟你讲，我的狼性外交。你经济不好的时候，经济搞好，让你的人民14亿人过好日子，这更重要嘛？这个优先顺序想想知道嘛？李显龙说，关税战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两国已经很难再合作了。中美矛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很久了。然后美国在很多议题上都分歧，但是对中国议题，两党都一致的，哦，就是要打击你。所以呢，美国正在试图维持它的全球主导地位，防范中国迎头赶上。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弱了，很怕你们要赶上我啊。所以呢，中美关税开打了，哦，事实上呢，极端的关税措施扼杀了双边的贸易，使得这个商务贸易活动几乎是停滞的。既然商务是停滞的，在其他重要问题上很难继续合作，就中美就已经脱钩了，不只是经济，其他也不要谈了，什么芬太尼啦，什么这个气球暖化啦，什么都不要扯了哦。那而且呢，外面的环境已经不再稳定了哦。川普呢想要摧毁全球的贸易体系，林显龙说不是双赢，是一输一赢。我们平常都希望双赢嘛。好，大家都赢嘛，谈判是双赢啊，你让一步我让步，而不是川普不跟你搞的双赢，就我赢你输，哦，那到结果也许是我输你赢，不管，反正没有什么双赢，我也不搞什么双赢，就是一输一赢啊，这是李显龙讲。为什么他们观察这种小国哈，想要在大国之间呢纵横捭阖哦，然后呢纵横捭阖，然后想要在大国之间生存，要非常灵活，要非常这个仔细的观察到底怎么变。《纽约时报》说，中美在玩胆小鬼博弈，但是呢，习近平底气更高，我觉得都不要讲什么谁高谁低了，至少习近平不用选举嘛，你川普要选举嘛，这是没有办法，这制度的不同嘛。你川普明年就是期中选举了嘛，那期中选举你会选得怎样？你的策略不会马上看到结果啊。如果策略立刻看到结果，美国大批的钱涌进来，台积电设厂完成了，而且已经在这个生产了，价钱通通这个下来也不会下来了，不管怎么样。对不对？你就看到结果，不可能在1年半看到啊，怎么看得到呢？习近平不用选了，你要选了，那你其中选举选得好，选不好，马上就见真章。老美没有什么耐性的，立刻要看到，对不对？那你任期只剩下不到4年了，那现在怎么办？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辉达哦，昨天宣布说呢，要跟台积电哦、鸿海哦这些公司在一起呢，要在美国制造 AI 晶片，而且制造电脑、超级电脑，要砸5000亿美元哦。那说要强化供应链的韧性啊。当然，川普很高兴，川普说啊，我都没想到他们要投资这么多的钱哦。但是呢，为什么他们要投资？不是他有什么远见呐、他有什么远见呐、因为我当选了哦，而且呢，因为我的关税他们怕了，所以呢，他们哪是主动来的，是被动的，被我逼的哦。所以呢，是因为关税跟自己胜选了哦，所以 Jason 才跟我们合作。但是他们了不起，聪明绝顶，但是没有关税，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哦。他讲他关税很厉害啊、那这个因为呢，这个黄仁勋在这个海湖庄园跟川普吃了一个晚饭，哦，答应他要投资这么多5000亿美元，很多的，哦，然后呢，这个本来的 H20晶片，哦，川普是不准卖到大陆去，就现在算了，这个小钱没关系，哦，卖吧，哦，所以呢 ，NVIDIA 继续卖它的 H20晶片啊。而且呢，要打造16.2兆，很多钱哦 ，AI 超级电脑的生产线哦，这个而且宣布哦，正式宣布哦，要跟台积电、鸿海、伟创哦、Amkor
还有日月光下面的气品一起合作啊。我现在就想说，川普当时说台积电要来投资2000亿美元、3000美元，我们都乱讲，看起来搞不好还是真的，还不是乱讲啊。那投审会呢，要经过投审委，他说我还是无条件支持，那么支持他们到海外去发展啊，去扩展，去吧啊，我们要这个脱中入美啊，就这个意思哈。那我这个美国制造 AI 超级电脑，那老沈怎么看？是这样，我们先讲李显龙，再讲越南，那最后讲黄仁勋。讲。你刚才捧了李显龙，最近很多人不少呢。这2天啊，就说李显龙10年前就有洞见，现在一一兑现。我有不同的看法。你说，因为台湾如果不像新加坡一样，就是说没有对岸无时无刻的威胁，我觉得台湾不见得没有像李显龙这样的政治人物啦。啊，所以在新加坡是比较简单的，是比较容易的，不要一面的去拍马屁了。但我现在讲越南，我觉得越南的目前的困境比台湾严重，但是同时呢，它包袱也比台湾轻。那我倒是佩服越南的领导人，因为他们看清了局势，做了非常干净利落的判断，就是说，老美，你东西通通来，通通零，反正我买的不多，零又有什么关系？我现在重点是你5也好，10也好，15%也好，我的投资者不管他是红的、非红的都受不了。所以进来就0啊，然后看你的良心，然后呢，他回过头来又跟老共签了45项备忘录，这个两边都做到极致的顶点呢。哦，就是讲大合作45条啊，这边呢免税，有税不？税了，但是哦，咱台湾学得来学不来，学不来，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然后我们在讲川普，我跟你讲，我在这里要好好的劝郭智慧部长，你要赶快把你的智慧要提升啊，不要跟着你的老板一样的沉沦啊，一样的什么脱中入北啊，然后你暧昧的不敢讲真话，你的院长就讲是脱中入美。我跟你讲，这种一厢情愿的抱大腿的态度，给人家看不起了。为什么我这样骂他呢？因为郭智慧讲说，这个整个原先的原始版的这个关税，就是对应关税，通通往后延3个月，然后呢，一个一个排队 kiss my ass， 大家来谈判。他说这个是川普的计划中的谈判策略之一。哎呦，你真的要拍马屁，也不要拍成这个样子啊！这个川普的原始版啊，得罪了全天下的人啊 ，everyone， 不管你红不红，不管你到底赚我的钱赚没有钱，通通罚，通通惩罚。为什么？你看，同样一个地球是全世界最穷的赖索陀，要付最高的税；同样一个国家，你这个入超的要跟出超的产业付一样的税。好，那我们讲到苹果链啊，现在苹果链，川普假的鸡啊，到南国都假的鸡，吃到碱，你知道这灾死啊啦！你要修理苹果链啊，你修理到苹果本身啊。苹果连跌多少，你知道吗？一跌最近跌得很凶啊，所以他为了救苹果，就要救苹果链，要救苹果链，就不像我们的英明的总统还要去分你到底是红脱红有没有红，是红链还是非红链？我们要加入非红的这个生产链，产业链。哎呀，是红的我们就不要。你看聪明好，最后讲这个黄仁勋主持人，你记得吗？上个礼拜我们在录制节目的当中，消息传进来了，说黄仁勋出现在海湖庄园。我休息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 NVIDIA 安了啦，伊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出现啊，这个有文章啊。然后你对我的回答是说，干嘛给消息？我想不可能哦。黄仁勋厉害在这个地方，他既然去吃饭，就是有备而来。当然，他有的条件是说，我钱多啊。你看 NVIDIA 的 cash position 是非常多的，多到你要做什么都没问题。重点是在那个 H20，你晓得他会给川普怎么讲呢？你看，从拜登开始就说这个税替老共设计的不能卖，给电落死，给收死，要死。黄仁勋会怎么样跟他讲呢？卖了，因为我还有更好的在后面。
这个钱是要赚的。这个 H20 的钱从老共那边赚来，我在美国要盖多少 data center 都没有问题啊！啊，你不爱谈你讲，对不对？先谈先赢啊！你不卖给他啊？你觉得老公不会跟上来？老公照样跟上来啊！这个我最清楚啊！我在中国大陆有6个分公司，你知道，我用了好几千人呐，我难道会比你差吗？川普这个人哦，就是见钱眼开啊，听有道理。这个钱无谈拍算，给他谈来啊，谈来当美国投资。你看，这黄仁勋，我跟你讲，黄仁勋川普公顶细书的保底更加厉害。我认黄仁勋一个人，并不是因为我有买他的股票哦，不是我买他的股票，我就拍他的马屁。已经买了。不是我老早去买，我的成本很低啊。我跟你讲，我的成本只有50-60块、啊。但是我告诉你，黄仁勋一个人的这个聪明才智，还有叶秋万，还有他手中的这种很多资源可以运用，他是抵过我们台湾整个政府啦，整个民进党政府一个黄仁勋抵得过他，你相信不相信？反对的举手，我看看，没有人反对吧？对不？老沈呢，现在是拍黄仁勋，现在是他的英雄。他的这个英雄，你这就误会了。英雄嘛，你我崇拜每1个礼拜来2次，你竟然对我这样大的误会。你没有很崇拜黄仁勋吗？不，好不好？他是做他该做的事情，这样就够了。有没有？我们观众评评理了，是你拍黄仁勋马屁，还是我拍李显龙马屁？你跟黄仁勋现在是有利害关系，你有他的股票，我跟李显龙什么利害关系也没有啊。我拍也没有，我拍他什么马屁？就涨就涨了，涨了你就赚钱了，怎么没关系？我告诉你哈，李显龙我跟他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不是拍他马屁啊。你不要以为新加坡那个处境很好，也很困难啊。你也知道，新加坡当时不想独立了，是被马来西亚赶出去的。对，他不想独立，马来西亚把他赶走，你滚蛋。他没有办法。那时候你看他们开始讲的多苦啊，一步一步。而且他现在他为什么还维持那么大的部队？他还是当兵啊？为什么？他也是不知道啊。他在东协那些国家，马来西亚在他旁边，他很小嘛，所以他要随时保持警觉嘛。那他也没有讲说谁对谁错，李显龙并没有说中国对美国错，没有，他只是说将来可能意义因素，只是他在分析这个道理。回应一句就好。你看他建国以后，你看他的国旗，有一点中国人的味道没有？有一点汉人的味道没有？你看又有回教，又有印度的，又有什么都有。人家一开始就是兼容并蓄嘛，因为他对不对？因为他华人占70几%，还有印度人，还有马来人嘛，本来就这样。他开始的时候也不讲华语啊。他开始是讲马来、讲潮州、讲潮州话，到李光耀后来发觉中国起来，觉得要做生意啊，所以他在推行这个华语，他不能讲国语了，他们讲华语。你知道怎么用认真推吗？他把台湾很多的主播都请到新加坡当电视，而且整个电视节目改，先从电视节目改，电视节目一改以后呢，很多老太太就发脾气啦、生气啦，说不让我们听潮州的戏，听不懂那华语共享，你知道啊？政府里面先开始，官员先学华语。它是有一步有策略的，官员先会讲以后，那再推广到民间，而且到处贴标语。我到新加坡看，说华语好处多，他这样去鼓动人民了，所以他是有策略。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新闻。Yesterday, I was in Hsinchu and meeting with all of our partners, including TSMC. And we have, as you know, a great partnership with TSMC. So we had some major milestones, including our first 2nm chip. 苏姿丰旋风抵台，透露前一天就已经跟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见面，宣告他是第一位使用台积电2nm制程。And we also have our first product in the Arizona site. Our new 5th generation EPYC is also doing very well, so we're ready to start productions. 只是目前全球 AI 伺服器占比来看 ，NVIDIA 高达9成 ，AMD 只占1成。竞争对手回答前一天更携手台积电、鸿海、伟创等大咖，在美国生产5000亿美元 AI 基础设施，双方互别矛头。这回苏姿丰来台紧追，故装当然不止护国神山，晚上还会再加码宴请供应链。而放眼望去，整条 AI 供应链上下游超过80家，其中包括鸿海、广达、伟创、英业达和人保等科技大厂。只是超微和辉达频频来台固装，台厂出走风险又一次浮上台面。无论是 AMD 或者是 NVIDIA， 也将会要求台湾相关的供应链厂商，然后赴美一起去打造所谓的人工智慧
伺服器的产业链，这也包含了鸿海、广达，甚至未来不排除英业达。但专家示警，供应链相继出走美国，会削弱台湾在地量能，正川普下怀，担心更多研发中心过去就有技术外移风险，科技产业不可不慎。休息一下再回来。